本来要装修挺高兴个事儿，结果有人说你家门对窗，穿堂煞，还说除厕同工必有一凶，更有甚者房缺一角，钱财两空。这谁听了不得心烦意乱，背后冒汗了？没钱的立马上网搜什么破解之法，有钱的就去找那些个假大师，高低坑你个1万2万的。今天不收大家1分钱，用科学的方法帮你化解。说入户门不能对着窗的，所谓门窗相对穿堂煞，那是因为古代的窗户都是纸糊的，四处漏风，没有玻璃，更没有密封胶条，小穿堂风一刮，很容易得风湿病、荨麻疹、老寒腿。怎么化解呢？换个好点的不漏风的窗户就好了嘛。窗户不能对马路，古时候住的都是平房，路上的马车尤其是骡子，一旦削车了，很有可能冲进民房造成破坏，那确实是有血光之灾。但是现在全是高楼大厦，就算是2环13廊也冲不进你家嘛。唯一的问题就是挨着马路噪音大，换一个3模2枪的断桥铝窗，瞬间解决问题。那为啥古人门前要摆一个玄关墙呢？我家装修入户门是不是也得弄一个玄关啊？古人的门前就是马路，街上人多，修一个屏风保护隐私。你弄个玄关是为了挡你唯一的对门邻居吗？说实话，你们要是能半年碰上1次照面，那也算是高频了。那为啥说厨房不能挨着厕所呢？因为古代都是旱厕，他俩挨着，那饭菜的味道也是酸爽啊。同样的，说厕所不能对着床，人很容易生病，这不废话吗？马桶不冲，细菌多，微生物多，人可不就容易生病吗？5说床头不能朝西的，容易去往西方极乐净土。要我说，也不能朝东，容易去往东土大唐，还不能朝南，容易去往南极洲。事实上，古人睡觉床都是一边靠墙的，女人睡里面，男人睡外面，男左女右。但是如果床头朝西，就不是男左女右，男尊女卑了。对古人来说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而现在的女人们喜欢睡里面，单纯是因为她们睡外面害怕而已。6火蛇煞，古代没有这玩意儿，现代人编出来的。我小时候，农村的电线杆经常呲啦呲啦的打火花，家里面的线路乱七八糟的，确实有人家里因此失火。放到我们现代装修中，就是电路要规范施工，该用4平方的别用 2.5 去糊弄，该用 2.5 的别用 1.5， 要满足所有电器的使用功率，别短路，别打火，即可轻易化解。7说梳妆镜、化妆镜不要对着床，这个呢，我倒是劝你别硬刚。你想啊，晚上起个夜，黑咕隆咚的看镜子里面出现自己的人影，很容易给自己吓着。同样的，镜子也别对着门，你回家一开门，看着你自己那张大脸，也怪吓人的，不是？8古人说床上不能有梁，你想啊，古代都是大木头梁，遇到个地震呢、台风啊，这个大木棍子掉下来很容易砸着人。而现在的房子即便是有梁，也不用担心啊会砸到人，无非是不好看，我们设计一个好看的造型，给它弱化一下就好了嘛。9房前不栽树，房后不种花。当然您要是讲究这个，首先您得有一个院子。中国人的房子基本都是坐北朝南，您要是在房前种树，那不就遮挡阳光了吗？对我们的身体能好吗？同样的道理，房后种花，房子遮挡阳光，那花就长不好，久而久之啊，消耗您的精气神了。10为啥入户门不能对着电梯呢？因为古代没有电梯。那为啥卧室不能放电视呢？因为古代没有电视。为啥卧室不能放假花？因为古代没有假花。为啥你看完了还不点赞呢？